大家好，我是 Ariel。今天这场 sharing，我想聊的不是官方文件里面那些很标准、很理想的答案，也不会手把手带着大家做 lab。想聊的是，当把 KMS、S3 跟 CloudTrail 这整个反复拆开来看，重做验证，甚至有点暴力的，在实验室提供的4大 region 里面测了不同种的可能性之后，你实际上会看见什么？对，那也很欢迎大家自己去 AWS 的实验室里面自己去实验，自己去操作。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份专属于你自己的答案。那今天这份内容也不是单纯的 lab 的记录，而是我在一次一次的实测里面慢慢看见的一个状况，以及推敲出来的一些结论吧。对，那这份报告的核心不只在说服务怎么用，而是当我们真正的想要理解一个架构、一个服务的时候，想要理解它背后的行为逻辑，以及那些文件不一定会直接告诉你的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到底能看到多深？好，那底下是我的领英这份 PPT 的完整版，后续我也会同步放在这上面。当然，你也可以自影片底下的简介处的连接里面看到这份简报。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让你有一点延伸想法，之后也很欢迎在一起交流。好，那这次的实验室的 scope 其实很明确，我们要做的是在 AWS 提供的封闭式的实验环境里面，实际操作一个同时带有加密要求跟集合要求的资料储存场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会用到3个核心服务。第一个是 KMS， 负责管理金钥；第二个是 S3， 负责存放物件跟 log； 第三个是 CloudTrail， 负责把整个操作过程的行为记录下来。那当我们进到 AWS Manager Console 中，使用实验室给予的身份建立金钥，设定金钥的 admin 跟使用者的时候，并进入到 CloudTrail 里面建立 trail， 将这个 trail 产生的记录放在新建的 bucket 里面。因为这个实验室的环境不允许我们新建 bucket， 所以如果你直接去 S3 里面去操作新建 bucket 的动作的话，会出现 error message。那当建立好了之后，我们可以自 S3 中看到刚刚新建好的 bucket， 后续在这个 bucket 上传物件，使用我们刚刚建立的金钥进行加密的动作。而这些动作，一整套的动作都会被 CloudTrail 记录下来。好，这边我不细讲，因为时间只有10分钟，大于10分钟的话，我剪片会剪得很痛苦，谢谢大家包涵。好，那这一部分是我第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发现吧。画面中有些 console， 就是有些 console 的操作 log 几乎是即时更新的，但我们真正关键的，我们上传图片进行加密的这个动作的记录，却一度像是消失了一样。这代表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推敲说，不同类型的 API 在进入 CloudTrail 的处理流程的时候，不一定会依照我们直觉想象中的先进先出，也就是说 first in first out 的一个逻辑来显现。换个角度去想，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说现在没看到，不等于说没有发生。它可能还在后端的处理跟封装流程中，而且还没有进入到可视的状态。好，那第二个现象是明显的 bench behavior。在高负载的期间，我等到产出45个 GZ 的档案之后，
原本那一笔上传图片进行加密的这个操作记录，才终于被挤进 S3 里面。或许这个可以推测说 CloudTrail 在某些情境下，也不是一笔一笔操作，一笔一笔交付，而是可能会先进到一个缓冲区，再以批次的方式进行封装显现出来。好，第三个现象是目前前端成功讯号跟后端记录之间的一个时间差。发现说，虽然系统已经回报说，这个档案 upload success， 但对应的 trail 显现可以最长延迟会达到57分钟。我们也可以想说，对，也可以推测出说，可能 control plan 的成功回应，不代表说 login plan 已经完整的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 ，UI 显示成功，只能代表说这个操作被接受或被执行，不能直接等于说这个记录已经被完整的、及时的、可验证的产生出来。这中间可能存在很明显的一个异步处理的一个状态。好，这一页我们也不细说。好，那这一页快速补充一下，如前面所说的，先完成的动作不保证先产出 GZ 档，而且其实单一的动作前，可能还会先触发像是说 bucket version 的检查这类的 pick action check， 所以实务上一个你以为很单纯的一个 UI 操作，可能背后会伴随着多笔的关联 log。好，这部分也不细说。好，那这一页是当我故意去阻断 CloudTrail 对 S3 的写入的权限后，前端的界面虽然没有立即的报错，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平静，但 log 就这样停止显现出来了。但真正的一个讯号跟记录反而要到 CloudWatch 的 error 里面才比较有一点迹象。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代表着说，其实前端没有报错，不等于后端没有任何失败。如果你的视野只停留在 UI 界面的话，那你可能会误以为说整个系统都仍然在正常的记录中。这是我看到比较有风险的一块吧。好，那另外我也观察到说，当 console 前曾出现说系统中断的页面的时候，后续的 log 它交付的延迟会明显提高、明显升高，甚至会出现说它有一点堆积的现象嘛，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可以推敲说，它区域性的服务有出现有状况、有降级的行为的时候，不只会影响操作上的体验，也可能会影响说 log 的可视性。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观察拉到 region 的层级。在这一次实测中，我们可以先看到 US East 1， 它比较像是一个核心的基准型吧，整体的状况偏向稳定。那 US West 2比较偏敏捷加速型的形态，但它也伴随着较大的波动的风险。那接下来到 AP North East 1， 也就是东京，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高负载的缓冲特性。而到最后 AP South East 2， 也就是雪梨，则比较偏向说韧性的一个实践性。它虽然不是极速，也没有极端的延迟状况，但它延迟的时候会有一些 service 会有使用上的一些 trouble，
相对的，它也有实物的参考价值。那这边我要强调的是说，这里不是说哪个区域、哪个 region 绝对最好，而是每个 region 的一个状态、交付行为可能会对你的架构的目的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好，这一页跳过，这一页跳过。好，这一页其实我们把它转成比较实用的语言。如果今天你的重点是在说企业的核心资产跟比较高的可预测性的话，那 US is one 它比较像是基准的类型。那如果你的情境是亚太业务的重心，App Source is two 可能是比较值得观察的实务型的节点。至于说 Apps North East One 跟 US West Two， 不是说绝对不能用，也不是说不建议用，而是我们不能只看名义上的速度跟市场成熟度，你还必须要把高峰期的一些 log 的可视性的 gap 跟非线性波动，以及一些例外状况下的一些回复能力啊，一起纳入考量。所以 region 的 selection 它不能只是看平均的效能，而是要在看说异常的状况下，有些东西、有些服务、有些 log 会不会有失真甚至短暂失明的一个现象。好，这一页跳过。好，这一页对应的 Danipolis 跟 AWS UI 跟 CloudWatch 的对照。那这边快速带过一个重点，对，只有一个。同一个问题在 Policy、UI 跟监控层看到的讯号强度不一样。那真正我们要去判读一个东西，其实不能只看单一一个界面而已，我们要结合多个界面去做评估、去下决策、去推论状况。好，这一页跳过。好。这一页我想讲的是 CloudTrail 它的档名的时间的解读。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GZ 它这个档案名称上的时间点，不一定等于说事件真正被封装完成的时间。我们可以产生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说，那个时间比较像是一个资料收集的一个截止水位。那它不是实际写档完成的时间。在看 log 档名的时候，我曾经也会直觉的把它当作事件就是这个时间这个时候被产生出来的，并不是这么线性思考的。所以我们对时序的那个解读就必须更保守，更加的精准。好，这一页跳过。好，那这一页我们把前面观察到的收敛成一个更核心的理解。在测试中，从 event time 到 log 真正写进 S3 里面，非极端的状况下，大概就有3分钟左右的一个 injection latency， 所以即便不是异常的状态，日志的聚合跟封装本身就需要一段处理周期。也可以推敲出来说，云端的操作可以是瞬间的，但 log 是流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预设 CloudTrail 会同步、同秒、同档案的显现出来。我们应该要有比较成熟的预期，是说去接受它本来就是一条会聚合、会延迟、会批次显现的一个 log flow。好，这一页跳过。好，最后我们把这整份实测收敛成一个结论的话，首先 CloudTrail 它的可视性不是线性的，操作发生不代表 log 会立即按顺序完整的显现在你面前。第二个是平均的延迟不等于真实的风险。真正影响 log 跟事件追查品质的，往往其实不是平均线，而是那些少数但足以破坏的一个
极端值。第三个 UI 成功或者是没有消息，不代表说 log 就一定是等于成功的。如果只看说前端的画面，而不去验证后端的一个 log pipeline 是否真正的显现出来，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你可能会得到一个过度乐观的一个判断。好，那在云端环境里，操作可以是瞬间的，但 log 往往是流动的。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后面还有一些资料，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细说。